香娘娘如今不知所踪，除非真的身死道消，否则我们无法拜入她仙门下，很难获取阴仙层次的成仙之法。鬼坊即将开启，会有大量孤流出，可以借助这个鬼谷争取。孤物里面甚至会有阴仙道统。鬼坊开放就在近日，不过得小心背后的真仙鬼坊主。这天生神通怎么感觉有点像是蜡油成仙法的路数？算了，与我无关。今后千万不要与此人牵扯上因果。妈的，甚至很可能一个个齐聚水口城的势力，就是因为此人。姨娘，我想了想，咱们的棺材铺就不开了，把这些孩子带回去，开个武馆吧。山石，他们能习武吗？试试呗，留在外面自生自灭，也有点于心不忍。一身皆是宝，寸肉藏乾坤。心窍赤红，阳气如日恒明，骨骼坚于精铁，竟还在山川灵韵。泥丸宫清辉护神髓可增慧开悟，不腥不咸，不杂浊气，凡俗除刀可切，仙火一燎便是无上仙药，可猎头等。作为孤物之一，名为混元灵鱼。我从城外带回来几个孩子，遭了灾，饿死的也不少。我想着收他们当武馆学徒，先试试看。半妖，泥丸宫只有一魂一魄，而且显得极为紊乱，体内生机暗淡，哪怕好吃好喝供着也活不了几日。日出图霞光太烈，他们撑不住。水气能留一点，云气也能相合，能不能续命还得再看。山石，阿青，要不送去扶阳镖局吧，那里每年都会收一批孤儿习武。爹，你试着好好教他们习武，也别顾虑太多。好。外向归凡，根基却更稳了，能自如变化仙凡，说明化形丹没有白费。蛙仙君这边动静慢些，阴仙不是一两日能成的，少说也得10天半个月。接下来就等鬼坊，先稳住修为，别急着乱动。脚分开，再低一点。对，腰别塌，眼睛往前看。一魂一魄，反应迟钝，想教会他们，得靠死记硬磨。脚分开，再低一点。对，腰别塌，眼睛往前看。膝别晃，脚掌踩实，肩打开，腰沉住。3日长成这样，脖子。水气和云气不是在吊命，是在催他们把残灵生机提前长出来。再低一点，别偷懒。爹，你难道没觉得他们长得太快了吗？昨天就瞧着不对劲了，不过他们确实听话，马步已经学得七七八八。阿青，要不然还是送到扶阳商会。一魂一魄没补上，不过生机确实长了一点。鳝鱼半妖流水气，金雕半妖流云气，暂时没有反噬，没必要点化，缺陷太明显，一魂一魄注定没法交流。贫道也没有再养6个儿子的兴趣，应该没什么危害。我也觉得，就是饭量有些大。站稳了再出拳，收回来，别散架。蜀真人，弟子在。你派一些蜀童抓点鱼鲜回来，每晚喂给他们，顺带找找适合木、水、火3属仙术的鼠类。弟子明白。人魔老人遗骸，仙庭副图刚被反噬成废物，鬼坊就拿出这个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大道之音暗存，听着不像金元，倒像鱼钩，得天独厚的凡人。入丹炼气炼体神髓，这说的不是宝物，是人。南城街区，铺子也在城南。明晚是吧？大道图太像陷阱，混元灵异8成和老爹有关，不能让妖修乱跑。阴仙头倒是实在，泥丸宫完整，说不定真藏着升仙教道统。大道图、混元灵域、
你派属童看着一点就行，不用想着取的。贫道对于阴仙头很感兴趣。仙长，混元灵域没有明确位置，兔子同样身处城南，会不会波及这里？鬼坊既然敢把老爹当孤物挂出来，明晚城南肯定会有东西来寻。不过蛙仙居快醒了，洞府比地面安全，你明晚把他们送入洞府。弟子明白。算是光宗耀祖了。如果不是因为拜在仙长门下，我绝不可能金榜题名。这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可千万不能让仙长失望。为何让万养的3头妖类登科提名？莫非玉然只大妖王庭气？会不会是三香娘娘刻意干扰你我的修？断无可能。虽然他的肉身修得一塌糊涂，道统传承误入歧途，但元神始终蕴含难以言喻的大恐怖。别有洞天啊！虽然是一颗死人头，但绝对能算作上高法器胚子。你说是吧，范征？尹兄先请。班兄修为深厚，这等法物胚子，自然该由班兄先品鉴。苍风，你倒是好兴致。嘿嘿，我对这阴仙头没兴趣。这个升仙教的余孽叫做梅花婆婆，自己说吧，免得再受皮肉之苦。我知道三香娘娘真传弟子的下落，那人已经成仙了，随口降世死的那些妖修全是他杀的。哼，银江源，我知道阴千丈在找他，你可以把消息传回去，拿些资源来换就行。你与银无波都是嫡系吧？定有足够的资源与我交换这个梅花婆婆。你难道不好奇三香娘娘的隐秘吗？可以，那就依苍兄。还真有东西。庙中成仙法似乎还有完整的阴仙部分内容。确实能用来补全仙术。孤物出现的太巧了。贫道刚踏足阴仙，鬼坊就送来阴仙层次成仙之法，大道图像鱼钩，现在又多了个庙中成仙法。无量天尊，贫道觉得似有不妥。此人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。让我瞧瞧你是谁。哦，原来实际仙术的天地气息可以配合五行仙术，施展遁术倒是比预想中顺手。尹兄，千万不要留手，此人实力没有那么简单。他不是逃不了，他是在试东西。这人比阴仙头更危险。抓住你了！哈哈哈，不足为虑。也没有想象中难缠啊。反正此人的血肉滋味如何？尸解仙体散而不失，哪怕被吞进去，也还是贫道的生机。吃下去容易，想留住就难了。怎么可能？
东西！你可知我是殷家？伤在贫道身上，因果却粘在泥爪上。尸解之后，连伤势也能归本。无量天尊。看似是孤物，实则是传法。鬼房主放出来的东西，倒是一件比一件像鱼儿。这门庙中成仙法，很可能是鬼房主的主修道统。越看越觉得庙中成仙法熟悉，原来与七通仙是同出一脉。三香娘娘所有道统传承，皆关联祭祀，七通仙显得格格不入。若配合庙中仙，反倒说得通。修行到最后，肉身成庙，庙中有7位仙人，所以鬼坊是鬼坊主的肉身。无量天尊，贫道还真不能舍弃此道统传承。庙中成仙法若是融入石器仙术，可以完善出阴仙法门。活下来了，只要他走了，我就还能活。仙长神通盖世，面对邪魔外道却一再留守，足见仙长慈悲为怀，心怀大道啊！贫道竟以慈悲至此，大道之行，果然不是刻意为之。其余2件孤物，如今情况如何？回仙长，混元灵鱼至今不知所踪，不过也无人刻意寻找，大道徒则没怎么起争夺，最后由10几头名不经传的妖修取走，他们似乎打算一同参悟其中玄妙。我就说他的脱胎术修行有误，哪里是误入歧途，分明在自取灭亡。事关他收敛外散生机时，全凭神识牵引归本。如果念头稍有差差，道基力崩，肉身顷刻溃散。万万不能让他肉身溃散，那个元神一旦外露，你我难逃一死。我们不是已经传授完整的妙中仙？按照道统舍弃肉身，即便如同我们般只能固守一地，也是真仙可期啊。通过古物给予太仙入门庙中仙的资源，保他肉身，赶他出3河。没错，保他肉身，一定要赶他出3河。仙长，那具虎妖尸体有一册书籍随身携带，金榜3甲已经到手，后续州府3甲自然也是板上钉钉。这一切全是仙长赐下的造化。没有正经道统，只有修行心得和境界注解。大妖朝廷对传承管得比升仙教还严，至少搞清楚了人与妖对应的境界划分。人修阴仙对应妖修化形，真仙对应凝丹。凝聚妖丹似乎比升仙教要正儿八经一些。升仙教也好，大妖朝廷也罢，他们的道统都只能借鉴。贫道要补的是自己的仙术，不能被他们牵着走。庙中成仙法里，阴仙首先需要炼制一方法印，法印铭刻仙名，还会把自身道统一字不差记录其中。后续境界也似乎会围绕法印衍生造化。心间肉3两，舌尖血9滴，中指骨碎1弦，1/10神识。难怪庙中仙最后会舍弃肉身，法印本身就像第2个道器，印泥要么从师承那里取得，比如三香娘娘的法印可以孕育门下弟子所需印泥，要么就是阴仙死后的无主法印，也能炼成印泥。仙名已毁，原主死透了，阴仙头倒是贴心，连印泥材料都一并打包好了。贫道倒要瞧瞧，鬼坊到底搞什么鬼？前2项是实打实的灵材，稳固识海，润养神识，确实适合刚成阴仙的修士。鬼房主越是贴心，越像在把路铺到贫道脚底。蜀真人，给你吧。仙长，弟子要如何处理？你看着办，切记不要冒险夺宝。以你的先天神通，应该是知进退的。出来，蛙仙君。说吧，有什么收获？
你是说，如今你只需进食泥土，然后每隔10日会蜕皮一次，每次蜕皮后，体型都会增长些许。我真没偷懒，我在吃土，在蜕皮，在修炼。三师弟会说话，会拍马，我一个娃娃又不会。不错，多吃点土。好好练话。爹，贫道正在清修，打扰是有何事？芸娘在铺子里帮衬有些时日了，里里外外打理得妥当，所以爹爹我想着，干脆选个吉日带她进门，不用打扮，就咱们几个，再加芸娘那边的亲戚吃顿饭菜就行。刚来时爹还瘦小得很，如今身形魁梧，气血充盈，也算练出点模样。成家立业，倒也正合时候。那就结吧，爹，日子你定便是。喜庆日子应该不用挑，城内最近隔3差5就有娶亲。目前为止，一切都是按照预想中来的。他一旦入门庙中仙，我们再引导他离开三河，再寻去处。莫要看他元神，只看城中气机变化便够了。只要他肉身还在，就还有法子送走，或是送入更合适的地方。闭嘴，还不到时候。来，泥丸宫太脆，庙中仙符箓一落，稍微重半分就会碎，正好练手。不成，符箓入得太急，妙计没立住。第2笔能成，第3笔牵动泥丸宫本源，撑不住。庙中仙粉门不是简单克服，是先把泥丸宫当庙址养起来。他在拿泥丸宫食物是照本宣词，他在拆庙众仙的根基。方方面面都是天赋异禀，放在圣贤教中是当之无愧的道种。来历绝不简单。道种，道种。收声，别惊动他。庙中仙重在容，先容神识，再容血肉，最后容道统。若直接照他们的法子走，最后多半真要变成一座庙。会不会与西域有关？那里的佛陀擅长转世重活，西域佛陀也不该有这等元神。若他异性如此，为何会误入歧途？他获得的传承极完整，不存在三香娘娘刻意隐瞒。怎会修炼得如此一塌糊涂？若用来炼制尸鬼，定是无上灵才。闭嘴！休要胡言乱语！以他的元神，我们稍有一丝恶意，就容易被察觉到端倪。当务之急是将这祸端尽早赶出三河之地，免得节外生枝。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肉身能坚持多久。他不胡乱修行的话，简直是大道可期。印胚成了，材质还算稳定，能成鲜明。不过这条路到底是不是正途，还得试试。拿去吧，你炼化后让贫道瞧瞧会是怎样。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是无主法印，他给了一头妖类，又没有第2份无主法印。此人不会又想再创道统吧？不能由着他乱来，风险实在太大了。要不要继续提供第2颗阴仙手？不可如此太刻意，我们放出的孤物信息只是在妖修那边略有偏差。若直接把资源送进浮生武馆，必会被他惦记上。若他生出记恨，即便真把人赶出三河府，也未必有意义。庙中仙最大的弊端，便是跑得了道士，跑不了庙。他若记仇，早晚会回来。蜀真人，仙长都已备好，这些是城中大户听闻仙长需用，甘愿献上的。小的瞧着质地尚可，便代收了。仙长清心寡欲，可邪魔乱世，凡人不识宝物，放在他们手里反倒危险。弟子代收，合情合理。蜀真人，修行者当清心寡欲，怎可轻易收受他人好处？弟子知错。不过念在那些凡人道行浅薄，未必识得此物用途，贫道便为他们分担一二，免得落入心术不正者手中。仙长所言极是，他们能为仙长略尽绵力，实乃大功德一件。印则各有失传者，欲天地神灵人鬼之所行之法，有所受之也。法印类别繁多，其中最高者，
名为尊神名号印，而尊神名号印中最高的，则是三清印。邪魔外道的法印没资格承载频道仙名，既要立印，便按三清印的规格来，先正印身，再定印钮，印面成仙名，印底成法令。完成之后，还得清净自身，设香案，请示师祖。此人怕不是有异症，你还说什么邪魔外道？他那元神之恐怖，才是最大的邪魔外道，又开始胡乱修行。法印乃是我们升仙教数千年来摸索出的仙机，步步有章可循。他倒好，拿自己的道徒当儿戏。疯子，真是个疯子！哪怕要更改炼制法印的方式，也应该深究几十上百年，而不是念头一来就通达呀。他到底懂不懂？这可是仙机，若不是那无上元神撑着，他早就死得不能再死。我终于知道他那些误入歧途的道统从何而来了。靠着自己的元神胡乱修行，偏偏还真让他修成了。凡欲为基，心血如印。三清规格已成，只差开光定名，让此印承载仙术。天地自然，晦气分散，洞中玄虚，黄朗太元，八方威神使我自然。恭望大道垂慈，祖师护佑，赤子神印通真达理，照神遣将辅正驱邪。仙长本就该受香火，拜祖师也好，拜自己也好，都是大道显化。弟子能在旁见证，实乃天大福缘。要不要阻止？难不成嫌弃自己死得不够快，让他惦记着我们又无法离开三河？他明明念的是七情祖师，结果却在祭拜自己，这不是议政能解释的。疯的太彻底了。下丹田融入黄庭画卷，日月同辉，游图成界。看来贫道的设想没错，借庙中成仙法之理，可以开创一方小洞天。心魔，外魔一降，心魔难破，魔由心生，境随念转。先前脱胎仙术成就阴仙时没有心魔干扰，贫道还以为修行尚未到家，不曾想竟是在此时等候。公子修为高深，妾身昔日有眼无珠，竟不知公子乃是真仙根苗。妾身身魂虽散，可一缕痴念未绝，仍愿侍奉公子左右。公子若肯收下妾身，妾身愿常伴公子修行，听凭差遣，绝无二心。借胡泥舟旧相和心，色相为皮，旧因果为骨。可惜贫道与他之间哪来半点情念？公子为何不看妾身一眼？妾身愿为奴为婢，愿替公子试丹，愿替公子暖席，愿替公子引妖入局。贫道当年为准备师姐，在精神病院闭关，疯念、妄念、死念、生念，早已看过不知多少，区区色相也配称心魔。公子真是狠心，妾身不过想求一处容身之地，难道公子连这点慈悲都没有？大胆妖孽，身魂道消了，还敢借心魔阻贫道成道？天地自然，晦气分散，三清印象，心魔不存。妙啊！这2日观想大道图，只觉妖气翻涌，道行怕是要再进一步了。我卡了3年的关球，昨晚也有松动的迹象，再参悟几日，定能彻底突破。此图不像图，此图不像图，倒像有人隔着皮相讲经，明明听不清，却总觉得下一句便能点开关窍。白红姑娘也觉得玄妙，玄妙未必是假，只是越玄妙，越该敬而远之。依我看，与其浪费时间，不如多吃几个血尸来的实在。快看，大道图有仙光外露。神有道也，是大道，是大道显化！我要悟了，大道就在眼前！我听见了，我在听见大道在耳边说话。只差一点，好像只差一点，便能看清那印上写的是什么。
惶不痛。他们无缘领悟，但我能行，我一定能从中悟通大道。你看金宝上的名字怎么少了一些？前几日还密密麻麻的。郎君，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水口城？跟你结识后，我都已经把那死鬼处理掉了。你是没瞧见他死前那副怂样，还求我念在多年夫妻情分上放他一马呢。在下江衍之，家父在朝中互不人知，也是家夫人让我来寻你，商议金宝汇总的事情。在下可否邀仙长一聚，略尽地主之谊？不行，此人来历不明，说不定是冲着咱们来的。你看那女子如何？样貌上佳，只是在京都这般姿色也不足为奇。你不懂，此女心性坚韧，肝肺最适合做成秘教点心，皮肉紧致，用松针熏制3日，定是绝妙滋味。就连骨头熬成高汤也能滋补养生。我知道你想成为三河府榜首，也知道你想要对付谁。那个三香娘娘的真传弟子已经屠戮过一批妖修，近日又有一批无辜身亡，此人是乡试汇总的变数。竟然胆敢杀了我腌制3年的狐妖！我清楚你在哪里，朋而识之，乃是大道。人山石是走了什么运？富阳商会怎么这个阵仗？听说是结亲了。自从习武后是不辛苦各位了，等会儿进来歇脚喝杯茶。山石，我就说过你儿人很不错的。可是会不会太多了点儿？姑姑、姑父，云儿，姑姑眼睛不好使，但能听出来你是有啥心事吗？没啥的。劳烦你跑一趟，只是你们家里给的也太多了。姑父不必客气，我爹听说姑母要嫁人，还特意在三河府城里买了块地皮，新的武馆已经开始动工。这些不过是些家常物件，里面有几斤草药，还有些收集来的外功秘籍，都不算在嫁妆里，是富阳商会给武馆添的些助力。怎么使得？太贵重了。我们富阳商会本就有买卖草药，都是压库存的东西，不值钱。怎么看都不像唐卡中显露过的仙人须。我去里面瞧瞧，整理一下。让你们破费了。山氏他的武艺平常，以后还得富阳商会多关照关照。你们也确实用得到。听说姑父就有个儿子，后面可以送到商会学账。你说阿青啊，那孩子命苦，大病一场后就有些癔症，平日里不爱说话，总喜欢跟鼠雀待在一会儿。前阵子招的学徒也有些愚钝。瑶儿，我们小本生意用不着三河府的武馆。姑姑，我还……瑶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我带你去里屋歇会儿。姑姑，退后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鼠雀与蛤蟆一样，也是道行恐怖的大妖？大妖在这个层次足以化作人形，却选择维持普通小动物的形象，不就是说明后院必然有仙人存在？姑姑，你手里的麻雀很可能是一头修行1000年的大妖。姑姑在仙人福地里一天天到底过的什么日子？这就是你说的痴傻五徒？你就不能告诉我，他们压根就不是人吗？你管这个叫凡俗外功，分明已经引动天地异象了。难怪提到什么先天痴傻。据说半妖魂魄有缺，压根听不懂人言。如果没有妖修士族提供的丹药服用，10天半个月就会身死。相试前，他们就住进来了，却还活得好好的。比起鼠雀蛤蟆，半妖反倒只是最浅的一。我们站在这儿，先进屋吧。女儿怕是受惊了，山石。见笑了，他们性子野，练拳没轻没重，但不会伤人。流力，一拳一掌都得流力3分。等会儿再练，先进屋吃饭。
还是凡俗误人。都说了刘丽，先提领手，进去吃饭。还能达到这般境界？姑姑口中天生痴煞的武徒，是肉身强悍的半妖，才连没几个月的人山石，恐怕也是当世武学第一人。那么患有癔症，整日与鼠雀为伴的人妻，会不会是仙人本身呢？鸟儿，东西差不多搬完了，你进来喝口茶吧。算了，只要姑姑姑父在，以后总归会有机会的。姑姑，我确实有点不舒服，也不打扰你们了，过几日再登门。行吧，那你路上小心。庙中成仙法的阴仙道统，须得肉身彻底舍弃所有凡俗的痕迹。所谓阴仙，顾名思义，是元神先一步化仙，肉身仍有缺陷。唯有身魂皆化仙，才能脱去阴子，踏入真仙之境。师姐仙体确实是正途，但是师姐仙体是脱胎仙术衍生而成的，所以石器仙术、五行仙术也得融入师姐仙体之中。三门仙术一同使得肉身化仙，方能毫无弊端。确实不能再叫做日月同辉，以后还是以小洞天称谓吧。石器仙术比想象中繁琐，在体内再造小洞天，本就是异想天开。一旦天地气息失衡，小洞天立马会崩溃。若是必须时时照看，岂不是只能待在家中修行？待在家中修行倒也不错，只是若不分日夜苦修，晋升真仙也得100年以上，还得荒废其余2门仙术。天地气息的滋味千奇百怪，深入修行就必须保证气息平衡。天地气息越多，牵扯的精力就越频繁。有左道仙在搞事。仙长，贫道为何要封闭黄庭画卷与外界的联系？这就是炼气，三花聚顶得归根，武器朝元通透彻。成了，贫道成了，这就是武器朝元。无量天尊，邪魔外道，果然人人得而诛之。蜀真人，水口城所有除奸都不要放过，全部搜寻一遍。源头的左道仙放弃了烹饪。勾芡得用鲜汁才够味儿，勾芡得用鲜汁才够味儿。用不了多久，就能烹调出一道味美的珍馐。好山肉质紧实，先蒸后炸，才能外焦里嫩。火候是还差些，不过先尝尝鲜也不错。此人神识滑嫩的像炖了100年的雪妈，混着点回甘，简直是琼浆玉液，不敢想象元神会有多味美。仙石客，你什么情况？没事的，你管这个叫做没事？身子都快化成糖水了！仅仅尝尝神识都能有反噬吗？反而说明食材的珍惜必须煮熟才能反哺。吃掉此人，我至少有80%把握更进一步。放心，此人已经被我尝过味道，不可能逃得掉。你去准备一批妖修，8日后我会把它做成12道菜肴，大摆筵席，你们都可以尝尝此人身魂的滋味。人之生，气之聚也，聚则为生，散则为死。算算日子，明天便是便宜老爹成家立业的时候。仙长，您看这街上人多眼杂，会不会太招摇了些？无心而为罢了，随心不逾矩，随心即是河道，此乃武器朝元，要求就是时刻维持修行。仙长神通广大，随心河道的境界，怕是旁人穷极一生也难摸到边。仙长就是仙长，哪能是世俗能够看懂的？以后自己多加服侍，必然能成鼠类首位大妖。对了，蜀真人，弟子在。千石刻的手段搞不好与米苗有关，
你把全城的米苗尽量收起来。弟子明白。还是让小弟们去做吧，我还得陪着仙长逛街呢。此人修行的什么法门，也太正常了，与寻常升仙教弟子相比，显得格格不入。吞吐气息，从未见过这般修行方式。鼠妖无法，但蛙仙君与于上仙足以争夺汇总榜首，不可能只是吞吐气息，或许是在无形中吸收凡人血石的生机，或是阳寿，绝对没错。甚至整个水口城都沦为他修行的道场，只要他想的话，10数万魂魄都会尽数吞噬。此人肆无忌惮，压根就不会顾虑大妖朝廷。孩童玩具，喜滋减脂，若不是心性变态，哪个修行中人会买这种物品？升仙教就是这样，越是丧心病狂，实力就越是恐怖。他都已经准备吃掉10几万魂魄，城府远超前10个。练习的事不能放弃，但也得另寻后路。他到底是谁？师尊从没提到过，此人的神识怎么消化不了，还会遭受这般恐怖的反噬？师父绝对没有骗我成就真仙的机缘就在水口城。我吃定他了。练习应该与那名5人结亲碰上，到时调动所有米魅，应该足以把他们一同烹饪。只要米魅充裕，我的魂魄就不会消散。我终究是立于不败之地。新魔劫已近在眼前，只是此次结束与贫道先前推测的略有不同。仙长，弟子会妥善处理洞府的事宜。多亏你了。总算阵仗大点了，新魔劫就该如此了。江兄可算来了，晚了一步，让你们久等。江兄说笑了，您从京都而来，肯赏脸用我这小地方，是给我林某面子才是。正好我等在此论道，江兄先前念叨着想要移关的大道图，也恰巧在这儿。这便是传闻中能够要求突破屏障的大道图，听说原主是鬼房主，不知怎么会落到林兄手里。此物原本在周爵那儿，不过此人遭遇反噬，意外身死，后来才被我取得。观摩数日，略有心得。闭关这几日，水口城应该还算安稳，没出什么大乱子吧？这是要准备离开了吗？真是太好了。江氏死掉多少妖修了？24名吧，都是道行浅薄之辈。三河府金榜题名的妖修总共116名，真正的官宦子弟尚未出世，勉强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浮生武馆搬到三河府去。三河府可是我们肉身所在的腹地，稍有不慎牵连到本体，便是魂飞魄散的下场。想办法让他离开三河府范围吧。唉，也只能如此。话说回来，那些妖修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看看，好像是大道图。大道图？等等，大道图！你还是忘了大道图？怎得如此玄妙？要再多看一会儿，定能从中领悟出足以改变大妖格局的道统传承。快看，仙人图
我有异象。多亏林公子，否则我们哪有这个通天机缘？此大道浩瀚苍茫，玄机万千，玄妙之不可言喻。什么灵才，什么真修，在大道图面前都不值一提。悟了，悟了，我悟了！大道图是天地生机演化而成。只要以此修行，不出10年，我必能化形圆满。蠢货，这分明是上古妖帝的道统。你看那五色光华隐现，必然与上古妖帝五色孔雀有关。我已摸到门迹了，此乃通往宁丹的捷径。上古妖帝自己便拥有大妖血脉，也曾在京都见识过那些血脉纯崇的妖修。可即便是那些妖修的传承威压，也远远不及眼前大道图的1/1000。这件宝物绝不能落在旁人手里。这里的米芽实在少得可怜，别说将人青烹饪成食物，就连重塑自己的身魂都远远不够。不对，这里怎么如此诡异？会不会是人青有意设局？不行，绝不能贸然重塑身魂，先藏起来，必须先藏起来再说。我当初就说了，别拿那东西试探。什么大道图，还不是你取的名字？快把货车靠岸！该死的！要是换个地方，我们何必如此麻烦？来不及了。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那个前食客也不能留。若是让他活着追根溯源，大道图不就等于出自我们鬼坊之手？这里太危险了，得赶紧离开。我不甘心啊！前食客也死了，与我们无关，石王爷不可能迁怒我们的。我怀疑石王爷早就知晓他的存在，纯粹是借前食客试探。祸端啊！他真是十足的祸端啊！别说了，先把大道图收回。大道图毕竟是因我们疏忽才导致外流，必须尽快销毁掉。若是被凌家务认识我们出手加害传中妖修，那就麻烦了。大道图是我的，谁也不能和我抢。大妖血脉竟然还能在濒死之际觉醒，这等后羿的天生神通，我们竟然都没能看他穿。还随身携带挪移法宝，转瞬便已遁出100里之外。完蛋！三河府乡试金榜已汇总，总榜解元蛙仙君，总榜亚元于上仙，总榜金魁蜀真人。是野妖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他们上过榜？莫不是哪个官宦人家不出世的子弟？官宦子弟？那蜀真人呢？大妖帝国至今何曾有过蜀类入朝为官的先例？知府大人有令，总榜3甲，各赏7品官印1枚。看呀，是凌家，怎么没有见到凌晨云上榜？会不会？在下凌风，敢问榜单之上可有凌晨云的名字？未曾听闻。当家的孩儿他定是遭了毒手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那滥竽充数的前3甲绝对是罪魁祸首。住口！我们走。道友真是好手段啊！整个三河府向来泾渭分明，7成以上的地界由妖族占据，剩余3成则是升仙教活动之处。两方虽暗中各有算计，明面上却通常井水不犯河水。
哪有像任清这般荤素不忌的？不仅敢在妖族地界搅动风波，还硬是把自己饲养的妖物推上金榜3甲。如此一来，三河府各大氏族颜面尽失，又岂会轻易咽下这口气？不过与我何干？当务之急还是拜入真仙门下。石王爷向来荤素不忌，来路又极为诡异，想借其道统修行，必须万分小心。若非联系不到三香娘娘，又何苦另投他人？一切魔障皆从心起，心若不动，魔自消亡。腹中存货有限，类似的玄妙诗句不能乱用。不过是区心魔劫，以仙长的道心，千难万险也不过是一瓢之水，不足牵挂。阿青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说吧。我想着咱们不如早些动身去三河府，到了那边也好赶紧把武馆支起来，再招募一批武徒，总不能一直在水口城耽搁着。什么时候走？再过几日，我们与富阳商会一同前往，路上也稳妥些，顶多4、5天就能到三河府。可以。好嘞，仙长，就在刚刚，金榜会总的结果出了。坊间不是说有什么新任知府主持会总，贫道也没有察觉到宁丹妖修到来。弟子也不清楚，反正金榜不知何时完成了会总。仙长，这是知府下发的官印，弟子已经去取来了。这就是朝廷的物件吗？从未见过，从不敢想这官印竟会和自己扯上关系。叔叔我竟然能位列金魁了。贫道乃道门正仙，修的也是清净无为，岂会为这世俗名位贪名逐利？蜀真人，这官印具体有何用处？回仙长，官印一来身份凭证，见印如见官；二来嘛，听说还能按月领取朝廷俸禄。俸禄那是什么？具体是什么，弟子也不清楚。不过想来多半是修行的资源。虽然贫道乃是道门正仙，但修行一道讲究法财履地，若连大妖朝廷的底细都摸不清，又何谈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？吴楚，小姐，怎么了？这一路出发，应该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吧？小姐放心，水口城每天都有镖局押送货物进出，我们这支车队规模不大，又没有张扬旗号，没人会特意在意的。那就好，以仙长低调的行事作风，想来这一路应该能平稳离开，不至于再生出什么波折。终于出城了，不过官印乃是通往京都的敲门砖，哪怕只是7品官印，对寻常妖修而言，也足以称得上一步登天的机缘。这一路注定不会太平。如今尚未形成完整秩序，倒也无需细致划分，暂且都能归入5行之属。只要继续实际修行一段时日，小洞天内便能长出真正的草木。只是目前师姐仙体尚有缺陷，天地气息在体内周天循环时，总会有些许精气神外泄。贫道自天地间吸纳气息，又把生机回归自然，属于天道循环，也算善举。贫道的心魔劫会不会太频繁了一点？应该只是错觉。小兄，官印会不会已经被炼化？不会彻底炼化，只是逮捕验令，还没有朝廷正式文书任命。抢过来后，抹去那几头野妖的气息并不难。你们焦家打算何时动手？总不能一直让他安稳抵达三河府吧？急什么？三河府的士族都在关注此人，眼下谁都想先搞清楚虚实。你叔父银千章，叔父自从上次境界跌落，性子便越发古怪。至于他具体有什么打算，没人知道。我们林家不会放过他的。凌晨云死在乡试中，林家必然会出手，否则颜面无存。长鬼，如果不能恢复道行，我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三香娘娘，你留下的后手究竟藏着怎样的隐秘？这是生机，只要能吃掉它，我的伤势一定痊愈。不行，要让本体亲自前来。贫道回馈天地的生机，也敢偷吃。蜀真人，护住车队继续走。弟子明白。
天地生机自有归处，尔等邪祟倒是贪得无厌。有法器在，最多半日便能赶上。果然是你，沿途草木只是沾了你一点气息，便有这等生机。若能吃掉你，本官何止恢复道行，甚至能更偷食天地生机，便是为此。天地，本官执掌一府生杀，三河府内的山水草木皆在官印之下。你身上的生机，本就是本官治下之物。本官倒要看看你能挡多久。本官今日便让你知道何谓三河府之福。沿途草木只是沾了你一点气息，便有这等生机。若能吃掉你，本官何止恢复道行，甚至能更偷食天地生机，便是为此。天地，本官执掌一府生杀，三河府内的山水草木皆在官印之下。你身上的生机，本就是本官治下之物。本官倒要看看你能挡多久。本官今日便让你知道何为三河府之福。区区残印，也敢号令天地？本官还未输，吃了你，本官就能恢复修为。在我的世界里，还由不得你。贫道本不愿多造杀难，但你一心求死，贫道便成全你们。怎么可能？魔障深重，贪心不足，落得如此下场，也算因果自取。心魔虽然平凡了些，但是元神又得了些许滋养。停下歇歇吧。照这速度，明日傍晚保管能到三河府。到了地方，我请兄弟们去醉仙楼好好喝一顿，那可得让你大出血了。就前段时日，有妖魔在城内作祟，我一拳把他打回原形，当场就一命呜呼了。杀错了吧？也不像是富阳商会的镖队。哼，不用理会，家主自会打点官府的，我们只管吃就行。惠美啊，平日里都憋坏了，也不知道我们还能再吃几日。顶多1天吧。处理干净点，官府那我会打点，但不代表你们能肆无忌惮。只等富阳商会靠近，
没我的命令不许妄动。什么？大盗图找到了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家主。江衍之，你放弃降使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我发现一个天大的隐秘，足以颠覆大妖朝廷。少装疯卖傻，告诉我，凌晨云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死的活该。他是为了这大盗图死的，跟什么三香娘娘真传弟子毫无关系。胡言乱语，此人分明已经失心疯，家主何必与他废话？闭嘴！你继续说。你们凌家不是有一门道统，可以配合先天神通追根溯源吗？你自己看不就行了？把他压下去吧。家主，江衍之毕竟与京都有牵连，就算要处置，也万不可痛下杀手，免得引来麻烦。凌晨云的事应该从长计议，其余十族明显是主动推我们出来，贸然出手容易动摇根基。人皮画分明是由真仙尸骸炼制而成，只是炼制手法异常粗糙，更像是仓促间的产物，是仙庭土吧？神魔老人就算活着，与我也不过是同境界，他们根本就不懂，让我一再退让，凌家还有退让的余地吗？三河府共有23万凡人，凌家只占2万都得遭受觊觎，稍有不慎，我们都要万劫不复。这是独属于我们丹鼎白鹤的术法，将族人的统领临时借给你。也正是这门道统，使我们凌家即便衰败多年，仍旧能在三河府立足。不对，就这。我领悟不出大道，必然是血气不够。这个凌家碍眼得很，死于大盗图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对了，当做真仙信物发放出去，必然会引起人妖关注。不知为何，心底始终萦绕着一股莫名的不安，仿佛有什么事情正在暗处悄然发生。仙长的道心真是纯粹。是仙长的神识，仅仅是一丝神识的波及，就生出这般异象。仙长的境界简直难以想象，一时间竟生出一种自己即将羽化登仙的错觉。无量天尊，就在刚刚，一股海量反哺毫无征兆地涌入体内，元神体量暴涨，原本存在的细微缺漏也在反哺中得到进一步滋养。石器仙术绝对朝着真仙迈了一大步。反哺应该与心魔劫无关，难不成是道心达到金仙后引起身魂的蜕变？世界仙体已经压不住黄庭画卷了，不是石器仙术进攻太快，而是其余2门仙术落后了。尤其脱胎仙术尚未补全阴仙境，已难以承载画卷。抵达三河府后，必须尽快补全道统。如此规模的神识忽然失控，极可能意味着人清正处在无法分心的紧要阶段。走！怎么啦？咱们1人1枚官印，再犹豫下去，怕是要被别人抢了先。凌家一夜之间覆灭了。覆灭？凌家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凌家是三河府持续200年的氏族，受死的落手比马大。况且我怎么没死？消息不会错，看来那人的背后恐怕藏着我们根本惹不起的存在。后续再找机会吧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想独吞官印。有妖啊！
开智时吃过不少，用来助长道行。识人修行怎么能与千锤百炼的武道相提并论？你们不能去，半妖只是肉身强悍，距离真正抗衡妖修还差得很远。一旦贸然上前，只会让你们师傅分心。这头前妖分明已经相当于阴仙，姑父最初能够凭借出其不意占得先机，可终究只是凡俗武人。好山对气血与体力的消耗又极为惊人，时间一长，必然会逐渐落入下风。有没有吃的？打了半天，肚子有些饿了。有，我这就去拿。我习武就是为你们，如果不敢站出来，每天站桩有啥意义？吴楚，收拾一下东西，这里不安全，提前出发吧。是，小姐。这三合府得有多少人？姑父，约莫20余万。不过三合府在大妖朝只能算较为偏远的州府，南、西、北3片城区大多由世家大族占据。咱们武馆要去的东城区，相对鱼龙混杂些。你们停下！两位官爷辛苦，拿去买酒吃肉。进去吧，你们富阳商会都是做生意的本分人，货物肯定没有问题。会不会太浪费了？武馆得有演武场，弟子们才能练功。后面的庭院收拾出来后，也正好供你们日常起居。一儿，那你住在哪里？我在附近的商会分号住着，离这里不远。有空我就过来看看姑姑姑父。这里确实适合清修。蜀真人，华堂兴起，锐气盈门，仙长自此福泽绵延，富贵无极，子孙世代皆为栋梁，家门永耀千秋。仙长，蜀童在院墙洞里发现一张纸条。哦，道友，我是北宿道人，我已经得到了十王爷的信物，想邀请道友一同获取真仙的道统传承。信物？什么鬼东西？这个北宿道人能处，看来也是误入歧途的道门中人。这纸条竟还是一张用于传念沟通的灵符。此方世界的符道看起来倒是很正常，贫道得找机会习得。信物，前几日意外得到的人皮化碎片，竟然是真仙信物。门下这些弟子实在太过懒散，道教应有的清规戒律一样没有。平日里除了修行，便是吃喝玩乐，长此以往，难免滋生惰性，甚至误入歧途。贫道乃是道门正仙，怎能与邪魔外道为伍？要是让此方世界的名门正派见到，还以为贫道做派道貌岸然，不行的。这样下去非常危险。气符丹乃是性命之根，仙凡之气，贫道得尽快完善各类道统传承，立下门规，教导弟子向道。仙长心眼很小的。仙长，要不弟子找一找北隧道人的踪迹？弟子还记得北隧道人那股辣油味儿，就算隔着半条街都能闻到。不必。县长此刻流露出的恶意，若非针对北隧道人，那便绝不是什么好事。你们暂且把周遭街巷摸清楚就行，朝廷俸禄也不用急着领取。切记，
三河府不是水口城，一举一动务必小心。弟子明白。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。仙门创立至今，也该逐步设立规矩了。仙长，我们所在的仙门叫什么？弟子也好传递给属童，日日念诵。就叫原始观吧。去。楚真人，把这里改成道观，就按照如意观的规模吧。是，弟子明白。三河府远比水口城富庶，自然不缺一心向道、愿意捐献财物的大户人家。就是必须修得富丽堂皇一些。仙长，弟子的先天神通发现城内宝光众多，祸端则非常隐晦，是否要继续增加属童数量？每类补到200。师弟们干活了！普通5人穷尽一生都未必能达到的肉身强度，他们只用了短短1个月便已触及，而且直到如今，进境仍不见放缓。相比之下，我的外功却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高墙，无论如何站桩、锻炼气血，都难有明显突破。这是习武至今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瓶颈的存在。大郎、刘郎，你们俩用石锤打我，力道不用留。打！继续，再用点力。真仙道统在徐记卤水铺，北宿道人多半已经遭遇不测。对方先前的留言中，还特意提到获取真仙道统需要所谓的信物。200年的山参已经成精，都来瞧一瞧喽！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草药贩子表面上是在售卖人参，实际上却是在借围观者的惊惧养药。这显然不是升仙教的路数。不愧是三河府，这些三教九流到处都是。道爷，这参可是活了200年的灵物，您要不要？道爷爽快，430两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贫道想买的不是这个，是你里面藏着的那株。道爷说笑了，小人就这一株灵参。道爷，小人是走草堂的陈松，讨口饭吃不容易，道爷能一眼看穿，必然是有师承的高人，何必为难我这苦哈哈？贫道对人参兴趣不大，只是想借你那种草的方子一观。道爷既然瞧得上，这方子便送你了。不过如此一来，你我也都是走草堂的一员，可别后悔。自然不会。敢问道爷名谓？福生武馆，人清。道爷若是有意，可来百草铺寻我，以后都是自家兄弟。走草堂甚至算不上旁门左道，只能归入更加下头的三教九流。估计整个传承中都未必存在阴仙。真仙道统在这里，石王爷的藏经阁这样布置。就这，不应该是碎肉吗？再不济也该浮出一点眼珠，难不成背后的石王爷还是个有追求的持家？客官，若是没有石王爷的信物，还请离开。信物有什么作用？
想拜入真仙门下，需有十王爷发放的信物。我是北宿道人邀请来的。失敬失敬，北隧道长已将信物交给老夫，客官你可以尝尝卤水的滋味。北隧道人呢？客官有所不知，十王爷对于弟子极为挑剔，北隧道人未能达到真仙的要求，自然无缘拜入门下。您瞧这第一锅，主料是80年陈骚腌的五花肉，花雕酒泡透的嫩鸡，加了当归、枸杞慢熬，对应醪糟大化精。这锅用的是渤海湾300年的对虾，淮河老蚌，配着海带、紫菜炖了10余年，对应仙泽化丹法。这锅都是100年以上的五谷杂粮，红豆补心，黑豆补肾，再配着南瓜熬出的糖吉，甜糯养脾胃，对应九侠九命玄功。还请客官品尝。前来寻求真仙道统的人，总以为耍些小聪明便能避开吞服卤水的风险。北隧道人便是前车之鉴，他妄图以术法将卤水转化为蜡油，结果反而遭到道统侵蚀。醪糟大化精并非成仙之法，而是一门培育九虫的法门。修行者需要在尸体胃部填满醪糟，有趣，以活人作为容器，效果更佳。随后陆续同入34种灵材，直至醪糟自行生虫。这门法术倒是与草木养炼术存在几分共通之处，只不过走草堂培育人参娃娃是为了最终吞服入腹，九虫却可以算作一种灵虫，不但能帮助培育灵酒，甚至可以用于对敌。按理说，无论以何种方式接触卤水，其中蕴含的道统都会迅速侵入泥丸宫，若不能在元神被腐蚀前领悟传承，意识便会深陷其中，再难挣脱。味道不错。此人到底是谁？不愧是真仙道统，果然各有玄妙。仙泽化丹法是一门炼丹法，若论邪门，确实足够邪门。其中涉及的丹方，辅药或多或少都会提到活人。最后的九枚九命玄功，则正胜贫道当前迫切需要的真仙道统。贫道在水口城时觉得机缘遍地，但相比三合府又算不得什么。不愧是仙界，不对，不能被邪魔外道所影响。道友，你已经足以拜入真仙门下，哪怕这三道统不适合你，十王爷共有31门道统。道心仿佛又得到了一次升华，果然邪魔外道的诱惑越强，道心受到的磨练便越有效果。刚才的事，之前认识的道友，先前不过是司马当做活马医，没想到竟然真的因此脱困。十王爷，不要怪罪小人，与我无关啊！师兄，我……师尊，不知方才那人究竟是谁，竟然让您如此在意？你先前就是死在他的手上，如今换了新的身魂，怎么不认得了？师尊，弟子会杀掉他的，保证处理得干干净净。不用，你继续提防着三香娘娘，还有涉及西域的事情。回坊传他庙中仙，极有可能是在借机生蛋，试图借助人情完善自身道统。我已将九灭九命玄功送到他面前，待到瓜熟蒂落之时，可不能让鬼坊母将所有机缘独占。是，弟子知道了。仙长，原始观剩下的收尾活计，不出3日便能完工。哪来的妖尸充当肥料？就在城外乱葬岗，那些士族每日都会丢弃半妖尸体，几十上百具，哪怕我们不捡，也很快会沦为野兽的盘中之餐。可以，处理的时候念诵几句往生咒，此乃仙门的规矩。
做得不错。能为仙长分忧，是弟子莫大的荣幸。楚真人，把醪糟以及34种陈年酒水拿来，还有蛙仙菌。醪糟大化经原本需要34种人材，而贫道却以不同年份、不同属性的酒水替代，用于孕育九重的容器，也从凡人或尸体换成了仙门大弟子蛙仙君的腹中空间。若是完全照搬原本的旁门手段，自己与那些邪魔外道又有何区别？醪糟大化经记载的九重还真不少。所谓九重，本质上便是以尸身血肉为温床，使蛆虫在醪糟与灵材的共同滋养下蜕变，最终化作拥有特殊能力的灵虫。没有对原本的培育方式做出太大改变，几乎沿用了石王爷的完整发门，只是将其中容易失控的部分稍作调整。把这个浸泡在酒水里，蛙仙君，你接下来10天不许开口。五行仙术肯定不能局限于遁术，也不方便融入尸解仙体。九骂九命玄功正好可以弥补仙术缺陷。很早以前，贫道便考虑过前世的一门道统，名为五府炼神法。